蘇曼青倒在我面前時，我先看見的不是他蒼白的臉，而是腕帶上的一行字：今晚未接受任何注射。可3分鐘前，我親眼看見藍藥的護士從他手背拔下一根針。我立刻蹲下確認他的狀況，讓旁邊的人叫救護車。有人想把桌上的東西收走，我抬手攔住。腕帶、療程貼紙，還有這一區的記錄，都先別動。那張療程貼紙就在托盤邊，批次標記清楚，病人資料欄卻是空的。我把它和腕帶放在一起，兩樣東西明明都來自同一晚，說的卻像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救護人員把蘇曼青送出去前，基金會工作人員匆匆遞來一張事故記錄。原因那一欄已經填好，疑似焦慮性暈厥。我沒接那支筆，只把表格推回去。人還在送醫，你們連檢查結果都沒有，誰決定他只是焦慮？對方僵了一下，沒有回答。幾分鐘後，顧廷岳把我叫進側廳。他關上門，聲音壓得很低，今晚先別把藍藥扯進來，至少等醫院那邊有結果。我把事故記錄翻回第一頁，連最基本的檢查結果都還是空的。這張先保留原樣，我對工作人員說。既然有人急着替事件命名，我就更不能讓最早的版本消失。我問他為什麼這麼急。他看了我一眼，提醒我年度續約就在眼前，藍藥的贊助還撐着3個免費門診。這件事一旦公開失控，先斷掉的未必是合作方的面子，而可能是門診的錢。我沒有答應，也沒有在那裡和他爭。病人已經送醫，現場矛盾也保留下來了。現在我只需要先弄清楚一件事，蘇曼青今晚到底接受過什麼？可那張被我推回去的事故記錄提醒我，從這一刻開始，我查的已經不只是一個人為什麼暈倒。只要我繼續往下查，藍藥、基金會，還有那3個免費門診，都會被一起牽進來。醫院的燈比晚宴會場冷得多。周木生把檢查資料放到我面前，第一句就把我的念頭按住。你現在能確定的，只有記錄和事實不一致，不能直接說是產品造成的。我沒有反駁。現場那根針是真的，腕帶上的字也是真的，但病因還不是。我要是先把答案寫好，和那張預填的事故記錄就沒有區別。蘇曼青醒來後，我直接問他，今晚有人替你做過藍藥的 VIP 療程嗎？他點頭，還反問我，不是他們安排的體驗嗎？我又問他以前做過沒有。他想了想，說前2次也做過，而且2次之後都出現過手麻、心悸，只是客服都告訴他，可能是緊張，休息一下就好。這時沈之緯走進病房外的談話區。他沒有問我要不要把事情鬧大，只說監督委員會可以要求暫停續約，但你得給我能進程序的東西，不是懷疑。蘇曼青問我是不是他自己太敏感。我沒有順着客服以前的說法安慰他，只告訴他，現在先別替任何人下結論，包括你自己。你只需要把發生過的事照實告訴我。我沉默了幾秒，還是說，我第一個懷疑的是顧廷岳。沈之緯看着我，因為他真的動了記錄，還是因為你太熟悉他控制你的方式？那句話不好聽，卻正好把我攔住。顧廷岳確實想壓下事件，但這不等於他有權碰藍藥的原始記錄。兩件事如果混在一起，我只會越查越偏。我拿出紙，把今晚能證實的事一條一條寫下來。腕帶血位注射，現場有批次貼紙，蘇曼青本人確認接受療程，事故原因在送醫前就被預填。4條，沒有1條寫誰是幕後的人。我需要的是下一個能和他們交叉對上的客觀資料。真正碰得到藍藥原始記錄的人，現在還沒有被確認。晚宴的耗材盤點先給了我第一個交叉答案。一組 VIP 療程耗材在蘇曼青倒下前被領走了，系統裡卻找不到對應病人。我把領用時間和腕帶放在一起看。
蘇曼青不是記錯，也不是我看錯，至少有一套實際發生過的流程，沒有完整留在他的記錄裡。我去找當晚在場的護理師梁文，他站得很直，只回我一句：“我照主管排程做事。”我再問，他就不肯往下說了。他沒有否認那晚做過療程，但也明顯不願意把責任往任何人身上指。我沒有逼他，先回到能留下的文件。蘇曼青當晚簽的不是明確療程同意，而是一份健康諮詢同意。他翻手機時，又找到前2次藍藥客服發來的療程提醒，日期和地點都還在。他把手機遞給我，卻先說了一句：“顧醫師，我願意查，但不要把我的身體狀況變成晚宴後的談資。”我答應他，只走正式調查，不拿他去換輿論壓力。取得授權後，我和周木生把前2次日期對回就診摘要，2次都只留下短暫不適，自行緩解，沒有任何一處把症狀和 VIP 療程連在一起。我們又依程序聯繫少量同批使用者，2個人回復曾有相似不適，其中1人還被客服勸過，下次放鬆一點就好。其中1個回復很簡短，只說每次不舒服都被當成偶發反應。這沒有替我證明病因，卻讓從來沒有重複訊號這個說法變得更難成立。到這裡，單一疏失已經很難解釋全部事情。耗材、同意文件、手機提醒、既往不適和同類回饋，開始指向同一個問題：藍藥的系統可能根本沒有把真實流程留下來。但蘇曼青不願公開，他的隱私也必須被守住。證據越多，我越不能靠一場爆料把事情推過去。我要在制度裡逼他停下來，還得先承擔停下來的代價。顧廷岳把3個免費門診的資料攤到我面前。你要停藍藥，可以。夏季的缺口誰補？他沒有提高聲音，這反而比爭吵更難回答。我說可以先暫停3個月，把醫療流程交給外部團隊，查清楚再決定續約。顧廷岳只問了一句：外部團隊的錢從哪裡來？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碰到這件事的另一面。病歷不能假，但3個門診裡的人也不是數字。揭開問題很容易，讓後果有人承擔才是難的。韓啟明很快約我見面，他把條件說得很乾脆，蘇曼青之後的醫療費由藍藥負責，當晚那個批次也可以先撤，但事故記錄只寫個別不良反應。我把那份條件放回桌上，現在連是哪一層出錯都沒查清楚，我不會替你把它縮成一個個案。韓啟明說完條件後一直等我表態，他談的是善後，我在意的卻是他想先替事件畫出邊界，只要變成一個人的不良反應，後面的流程就不用被一起打開。韓啟明沒有翻臉，他反而推來一份外部品質檢測。顧醫師，你可以不接受條件，但你也沒有證據證明是我們的產品讓蘇女士昏倒。我把報告看完，沒有找到能直接推翻他的地方。這句話我再不喜歡，也得承認目前成立。產品批次的嫌疑沒有我原先以為的那麼穩。離開前，我把調查方向重新寫了一遍。既然產品本身還不能下結論，那就去查療程到底怎麼做、怎麼記，為什麼一個接受過治療的人能在病歷裡變成沒接受過？只是另一個問題沒有消失。就算我證明流程有問題，只要3個免費門診還綁着藍藥的錢，董事會就有理由說先別停。我重新打開晚宴當晚的排程，這一次不看產品，只看時間。每位 VIP 之間的間隔短得不合理，照藍藥自己對外的標準流程，根本塞不下完整療程。周木生看完後提醒我，這只能證明流程可能不一樣，不能證明這樣就造成傷害。我點頭。我要的也不是跳到病因，而是先證明現有記錄不可信。接着我調出場地門禁和 VIP 室的進出時間。蘇曼青實際在裡面停留的時間
比藍藥系統候補的療程時長短了一大截。兩條時間放在同一頁上，差異不用任何人解釋。他不可能同時在門外又在系統裡接受一段更長的療程。我把門禁記錄往前後都核了一遍，確認不是單純刷卡延遲。能確定的只有一點，藍藥系統記下的那段療程時間和蘇曼青實際待在房間裡的時間對不上。第三方的初步品質檢查也在這時回來，當晚批次沒有發現明顯異常。這份結果沒有讓我失望，反而替我清掉了一個錯誤方向。如果產品批次不是眼下能證明的核心，那我就不再把力氣花在證明一件尚未成立的事上。我手裡真正站得住的是，實際操作時間和正式記錄互相衝突。我把排程、門禁時間和藍藥的候補記錄疊在一起，交給沈之為準備程序審查。他只問，這能不能說明不是一筆手誤？我沒有先替答案下結論。客觀時間只能證明至少一筆記錄失真，要證明這是整個團隊的做法，還需要裡面的人開口。而那個人很可能就是一直只肯說我照主管排程做事的梁文。梁文主動聯絡我的時候，先問的不是蘇曼青，而是如果我說了，誰能保證不會變成我一個人的責任？我告訴他，我不需要私下爆料，也不會拿他的話直接出去對質。他如果願意，只能進正式保護程序，把知道的事交給獨立調查。確認程序後，他才說出真正的問題。VIP 團隊長期被要求把每位客人的服務壓到20分鐘內，正是系統裡的時間，之後再按標準流程補上。他還保留着當晚的排程群組訊息，那些訊息沒有一句寫着修改病歷，卻清楚留下了壓縮時間的要求，正好和我手上的門禁記錄對得上。我問他願不願意正式作證。梁文沉默了很久，最後說可以，但我要把我做過的也寫清楚。我沒有替他把責任說清，也沒有叫他先把訊息發給媒體。我只讓他按照程序提交陳述，讓那些話從私下耳語變成能被審查的材料。梁文說話時一直避免替主管猜動機，我也沒有追問為什麼。對這一刻來說，誰想保住業績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流程確實被壓縮，而記錄確實在事後被補成另一個樣子。到這一步，時間衝突不再只是我從資料裡推出來的疑點。客觀記錄和內部證詞第一次對在了一起，流程被壓縮，記錄事後補填。可證據能把門關上，錢卻能把門再推開。3個免費門診還在等下一季預算，只要這個缺口沒有答案，停案就很難真正落地。顧廷岳知道梁文已提交陳述後，第一次真正對我動了火。顧念，你可以要求乾淨的程序，可那3個門診的人，誰替他們承擔你的程序？我看着他，如果免費醫療要靠一份不真實的病歷才能活下去，那他還算公益嗎？話出口後，我們之間連最後那點客氣都沒剩。可我也知道，只反問這一句不夠。顧廷岳最難聽的地方，偏偏就是他說中了現實。我不能只證明藍藥有問題，還得證明停下它之後，病人不會被一起丟下。沈之為後來給了我一個方向。他說有幾名老捐助人早就不滿基金會把太多預算壓在單一企業上，但他們不會因為情緒接手，除非我拿出能執行的過渡方案。我沒有把蘇曼青的病情拿去當籌碼，也沒有說藍藥產品已經被證明有害。我只把能證實的程序問題講清楚，再提出由外部醫療團隊接管3個月的方案。電話一通一通打出去，我最常被問的不是事情多嚴重，而是3個月之後怎麼辦？我只能照實回答，3個月用來完成稽核，也用來重做合作招標。有一名捐助人追問我，如果稽核最後證明只是管理問題，你還會主張終止合作嗎？我回答，是否終止要看稽核，但在記錄可信度恢復以前，
不能讓同一套流程繼續跑。第三名捐助人回復後，三方都給出條件式橋接承諾，只要董事會正式啟動獨立接管，這3個月的門診不必靠藍藥才能開下去。我把承諾整理好，第一次覺得手上的東西不只是證據，它讓病人安全和公益存續不必再被綁成只能選一個的問題。但真正的表決還沒開始。韓啟明不會因為我們找到替代方案就主動退場，而顧廷岳也一定會提出他認為最穩妥的折中。緊急董事會議開始，韓啟明就先把最重的籌碼放上桌，基金會如果停案，藍藥將全面撤回本年度贊助。幾名董事當場開始追問3個免費門診怎麼維持。前面那些醫療疑點還沒被否定，卻在現實成本面前迅速往後退。顧廷岳隨後提出折中，不續簽長約，但先延長3個月合作，同時啟動內部調查。這個方案聽起來幾乎照顧了每一邊。也正因如此，它最危險。被調查的團隊還能繼續掌握療程和原始記錄，那3個月裡出現的新資料，依舊要從同一套已經失真的系統裡產生。我沒有立刻說不行。如果我只是站起來反對，董事會只會看到我在要求所有人承擔一個沒有替代方案的風險。幾名董事開始覺得3個月延長至少能買到時間。我能理解那種誘惑，因為它看起來沒有立即犧牲任何人。可如果問題正出在記錄本身，多跑3個月，只會多3個月無法相信的資料。我先讓他們把撤資、門診缺口和3個月延長方案全部說完，再把資料放到面前。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誰的立場比較強硬，而是這套系統還能不能被信任。此時票數明顯不在我這邊。下一步，我只能用前面一項項留下來的事實，證明邊做邊查本身就不是安全的折中。我先放出第一組資料，蘇曼青倒下前領用的 VIP 耗材，系統裡沒有對應病人，他手機裡卻留着前2次正式療程提醒。接着是另外2名使用者的同類回饋，每一件單獨看都能被解釋成疏漏，可當他們排在同一條時間線上，所謂單一事故開始站不住。我再把場地門禁和藍藥候補的療程時間投到同一頁。蘇曼青已經離開 VIP 室的那段時間，系統裡仍然顯示療程在進行。最後是梁文的正式陳述和排程群組訊息。20分鐘的服務要求，事後不錄的做法，正好把前面的時間岔接了起來。會議桌兩側開始有人低聲交談。我沒有替他們總結，只讓那些資料一項一項留在熒幕上。他們不能證明同一件產品害了誰，卻都在證明同一件事，記錄沒有完整保存真實流程。韓啟明等到我停下，才開口：顧醫師，你列了這麼多，還是沒有證明我們的產品讓蘇女士昏倒。我沒有用造假這個詞替所有資料提前定性。我要董事會看到的只是他們共同造成的後果。當記錄不能還原實際療程，任何安全判斷都失去了可靠基礎。我看着他，直接回答：對，我沒有。會議室一下安靜下來，連顧廷岳都抬頭看我。我沒有打算假裝那個因果已經成立。真正要決定停不停案，根本不需要我在今天把產品定罪。因為當一個做過療程的人能從病歷裡消失，下一個問題就不再是這瓶東西有沒有問題，而是你們拿什麼資料證明它安全。我把那張寫着門禁時間和候補療程時間的頁面留在熒幕上。如果實際做了什麼，做了多久，都能在事後被補成另一個版本。我們現在根本沒有可靠資料判斷症狀和療程的關係。韓啟明皺着眉，還想把話題拉回產品檢測。我沒有跟着走。停案不是因為我已經證明產品有罪，而是因為你們現在這套記錄不足以讓任何人證明它安全。我接着把另一份文件放到桌上，不是新證據，
而是3名長期捐助人的條件式橋接承諾。只要董事會啟動外部接管，3個免費門診可以維持3個月。有人立刻問條件，我把方案說清楚，3個月內完成獨立稽核，同時重新招標合作方。捐助人支持的是過渡，不是替基金會長期填洞。顧廷岳翻完那幾頁，沒有再問錢從哪裡來。他最現實的反對理由被我正面接住了。沈之維坐在另一側，沒有替我補話。這是我必須自己完成的一步，不是請董事會相信我的判斷，而是讓每個人都看見，繼續合作需要的前提已經不存在。韓啟明的撤資也不再等於3個門診立刻停擺。董事會終於不用在病人安全和公益存續之間做一個假的2選1。到這一步，我能做的都已經放在桌上。還有一個人應該被聽見，不是因為他能替我們決定答案，而是因為這整件事最先從他的身體和病歷開始。蘇曼青早就授權了一份遠端聲明，現在輪到他自己說明他究竟想要什麼。熒幕切到蘇曼青預先錄下的聲明，他沒有要求誰公開道歉，也沒有說要讓誰身敗名裂，只說我希望我的醫療記錄是真的。他停了一下，又補了一句，我也不希望下一個人做過什麼療程，最後連自己的病歷都找不到。那不是最激烈的一段話，卻把我們爭了整晚的事情拉回最簡單的位置。病人至少應該知道自己接受過什麼，而醫療記錄至少應該留下真實。表決重新開始，這一次立即暫停藍藥計劃，交由獨立第三方稽核，以及用橋接資金維持3個免費門診，3件事被放在同一個決議裡。結果通過時，我沒有立刻放鬆。停案只是把風險按住，真正要回答的是那些被捕過的記錄到底延續了多久。決議通過後，韓啟明沒有再爭辯產品因果，他只問獨立稽核何時開始。那一刻我才真正確定，這場會議已經從要不要相信顧念變成制度必須怎麼查。後續獨立稽核把答案一點點還原出來。部分 VIP 團隊長期為了提高週轉率壓縮流程，再把時間按標準格式補進系統。這個結果證實了我追查的核心，但不是因為某一份突然出現的文件。從萬代、耗材、門禁到梁文的陳述，每一塊都在前面留下了來源。藍藥的合作最終被正式終止，相關主管離開原職並接受後續責任處理。3個免費門診則靠橋接資金繼續運作，沒有因為停案一起被關掉。外面的問題到這裡終於落地，病人的記錄被重新當成必須真實的東西，基金會也第一次為自己的依賴付出改革代價。可我自己的位置還沒有答案。顧廷岳很快找我談下一步，而我知道，那會決定這件事之後，我到底要以什麼身份留在基金會旁邊。顧廷岳把新的職權安排放到我面前，說只要我願意回任醫療委員，之後的醫療決策可以給我更多權限。以前的我或許會把更多權限當成終於被承認。這一次，我只把文件看完，然後推回去。我不回原來的位置。我願意繼續合作，但只以外部獨立醫療顧問的身份。需要我審查的事，我會審；需要我簽名的事，我也會負責。但基金會不能再用家族位置決定我的專業判斷。顧廷岳沉默了很久，最後沒有再勸。我們沒有因為一場董事會突然變成彼此最理解的人，但至少從那天起，合作的邊界被真正寫清楚。我把合作條件也說得很清楚，我的意見可以被反駁，決策也可以不同意，但任何人都不能要求我先簽一個尚未被事實支持的答案。沈之維開始推新的醫療監督機制，周木生也進了外部審查名單。那些改變不華麗，卻比把我送回一張更高的椅子更有用。幾天後，蘇曼青傳來一張新的診療同意書照片。
每一欄都被他自己仔細圈過，訊息只有一句，這次我知道自己簽的是什麼。我看着那句話，想起晚宴上那條寫着未接受任何注射的腕帶。事情最早從一行不真實的字開始，最後回到一個病人能不能知道真實。我沒有得到更高的家族位置，也沒有想再去證明自己能贏過誰。我真正拿回來的是可以選擇在哪裡合作，在什麼條件下簽字，以及什麼事情絕不替任何人改寫。生育從來不是把問題藏住，至少對我來說，它是問題出現之後，還願不願意把真實留下來。